哎呀，我的天！作为一名视频博主，每天都在追踪新闻的潮汐，可今天这波浪实在拍得我心头一震，久久不能平静。你们听说没？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全球媒体总署 USAGM 和美国之音 VOA 下手了。虽然美国全球媒体总署 USAGM 和美国之音 VOA 的大多数报道内容都是胡说八道，我从不支持这些媒体的报道，但是一下子就裁掉了639名员工，这数字听起来就像一场媒体界的秋风扫落叶，把一部分辛勤耕耘的声音都给吹散了。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你想啊，639个人，那可是639个家庭的生计，639份对新闻理想的坚守啊！从3月份到现在，USAGM 的总员工人数已经锐减到1400人。想想看，短短几个月，裁员比例竟然高达85%，这哪是精简机构？这简直就是一场彻彻底底的大换血，甚至是连根拔起。白宫高级顾问雷克女士出来宣布，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果决。她说，这是要拆除那些冗赘的官僚的体系，要把 USAGM 缩编到法定最低规模。我的天哪，这话听起来义正言辞，好像在清理什么盘踞已久的顽疾，可我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。难道这些声音，这些努力真的就只是冗赘和官僚的代名词吗？我们这些看客难道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吗？他还说，美国纳税人被迫为一个充斥着功能失调、偏颇与浪费的机构买单，而这一切就在今天画上了句号。听听这话，多像一把锋利的刀，直插向了 USAGM 的心脏。但我忍不住要问，什么叫偏颇？什么叫浪费？难道那些试图呈现多元视角、独立思考的声音，就因为与某种官方叙事不符，就要被贴上偏颇的标签，然后被毫不留情地砍掉吗？我总觉得，当权力之手伸向媒体的喉咙，所谓的效率和美国优先就成了最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它的背后藏着的可能是对不同声音的压制，对信息流动的掌控。这不禁让我回想起那些为了真相奔走呼号的记者们，他们的笔尖如同探照灯，照亮着黑暗的角落。而现在，这灯似乎正在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慢慢地遮蔽起来。更让我感到一丝寒意的是，裁员名单里那些熟悉的名字，美国之音的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女士，一个总是在镜头前冷静客观、掷地有声的专业人士，竟然也收到了解雇通知。她和另外2名同行可是之前将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的啊，控告他们非法关闭公共资助的广播公司。你想想看，这边司法程序还在进行，那边解雇通知就送上门来，这时间点，这巧合，简直就像一部精心编排的电影，透露出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信号。这难道不是一种赤裸裸的报复，一种对意见的打击吗？他在无声地告诉所有人，发声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尤其是那些不顺从的声音。我仿佛能看到维达库斯瓦拉接到通知时的那一刻，他会是怎样的表情？是错愕，是愤怒，还是带着一丝早就预料到的无奈？这场景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。还有那波斯语部门的员工们，上周中东局势刚刚升温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，他们才因为之前被行政留职停薪而紧急召回，重新投入到那场对外信息战的硝烟之中。结果呢，这边还没喘口气，裁员的铡刀就挥了下来。这就像是前线战士刚刚拿起武器准备搏杀，后方却突然撤掉了他们的粮草和补给，甚至连他们赖以生存的阵地都给拆了。这不仅让人疑惑，这样的精简究竟是为了国家的利益，还是为了某个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？当一个国家对外传播的声音开始变得单一，当独立的声音被裁减殆尽，我们能向世界讲述到，是不是也只剩下了一种声音？这种做法，在我看来，不仅损害了美国作为自由媒体灯塔的形象，更是在削弱它在国际舞台上的软实力。信息的多元性，思想的碰撞，才是生生不息的活水。一旦这活水被截断，留下来的可能只是一潭死水。
如何能滋养出强大的说服力？所以啊，这不仅仅是639个员工的去留问题，它更像是一个风向标，预示着未来媒体生态可能面临的挑战。当我们作为观众习惯了只听到一种声音，习惯了信息被高度过滤和裁剪，那我们还能真正的了解世界、独立思考吗？我始终相信，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多元的声音，需要批判性的思维，更需要那些敢于直言不讳的媒体人。希望这股寒潮不要彻底冰封了新闻的春天。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。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。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